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是实力派阵容，这部诚意新剧如何颠覆你的认知？你说这年头电视台里有啥风吹草动，咱老百姓一下子都能知道了。但你要说最近哪个剧能把人膝盖跪麻，那还真的提诚意这部《富山海》。别的不说，这剧还没上线呢，呼声已经快赶上世界杯解说。按网上那股燥劲儿，都快让人怀疑这剧不是一部剧，是一场全民期末考试，大伙都等着看答案。你瞅瞅那阵容，全是熟脸子，一个个演技有棱有角，比铁锅炖自己还要硬气。都说古装剧千篇一律，整天打情骂俏，江湖救美，结果富山海这名字一出来，立马让人心痒痒。富山海，这是要把咱观众的审美冲到太平洋彼岸啊！这剧到底隐含着啥玄机？咱今天就琢磨琢磨，诚意领的这班山海队到底都能玩出啥花儿来？但凡诚意出手，网友都得打起12分精神，生怕错过真香预警。可古装武侠剧这些年也快成老三样了，多少人讲打戏帅归帅，但故事嫩的掉牙套路，莫非就是小爷出山，一剑挑江湖，顺便谈个恋爱，最后圆领归隐？你往年看《仙剑琅琊榜》，哪部不是这一套？有不少观众开始唱反调，吐槽这类题材早就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但也许黄金屋里已经住够人了。可这回诚意带着古力娜扎来了，一下子就起飞了俊男美女，实力派扎堆，哪怕剧情还是少年成长流，都有人说这回不一样，细节能看死人。诚意那打戏据说能让你从床上蹦起，娜扎的扮相更是能让迷妹迷弟妈呀妈呀的重复喊，期待值拉满，但究竟能否破局？这剧能不能跳出套路，才是真正的大考验。先说说这剧情吧。富山海里肖明明表面上是个咸鱼，实际上内心潜藏着武侠魂，这不就是现代社畜的缩影吗？被现实一顿毒打，还保持着少年热血，活脱脱的东北小伙扛起锅盖往前冲。他从小白剑客一路成长为大侠，这成长线你熟不熟？说实话，和你当年玩升职打怪差不多，领导安排个苦活，自己咬牙上，最后熬成老司机。肖明明在小说里传递着人心，因一而聚，是在告诉咱们别丢了初心。剧情加上演员诚意演主角，眼神里都是故事。古力娜扎一出场，颜值就能把你屏幕刷爆，其他演员也都是老油条，演啥像啥。你再看阵容，李凯欣、徐振轩、刘梦瑞、丁孝颖、张峻宁、张小晨，哪个不是行走的演技？一众硬菜凑一桌，主创团队还拼了命宣传，不是流量炒作，就是要做古装剧里的清流。观众们也不含糊，这剧还没播就开始催更，刀片信都快寄到导演家了。但有人也犯嘀咕，这是不是又一出包装的花里胡哨，剧情却仍是老套路的买卖？究竟能不能给咱整点新活，还得看真章。说到这儿，其实也有冷静派站出来敲敲黑板，别急着兴奋，小心又是虚晃一枪。说句实在的，这2年武侠剧翻车案例不少，演员阵容再牛，剧情如果是一锅烂白菜，观众照样不买账。你头2年追的几部号称全员实力派的大作，被骂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了。旋律太套路，角色没新意，打戏用慢动作拖3集，关键时刻还硬往里插广告，观众被吊了半年胃口，最后发现还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现在富山海未播先火，实在让人担心，别等热度下来了，看到的还是小白成长史前期咸鱼，后期逆袭，最后感动大家一把，然后收工。质疑的声音愈发响亮，别光看演员全能，编剧是真的把字写明白，别让咱再花式踩雷。
有些观众索性冷眼旁观，看你们咋吹，我就不信今年剧能超越去年。大家都明白，演技是加分项，核心在于故事，拍得再漂亮，没点新东西，一样又是雷声大雨点小。都盼着傅山海别来个前期高能，后期快递，别把咱观众再当冤大头。但就在你琢磨着剧情是不是一锅端的时候，这剧主创组突然搞了个王炸，甭管外界风凉话，主创团队直接放话，我们这次要做用心的剧，不靠流量噱头，专心搞故事。据说傅山海为还原武侠世界，连群演都要试戏3轮，动作编排用东北大玛丽式死磕，不搞花拳绣腿那套。据领队爆料，剧组在实地看景的时候，东北大雪天李全员跪求道具师别再添新奇葩武器，结果道具师非得说要让观众有被打到爽的感觉。程毅在片场亲自上阵，打戏不用替身，差点被古力娜扎剑气如虹砍掉假发，那叫一个拼命。有意思的是，肖明明这个角色一面是社畜的无奈，一面又是少年的热血，跟现在的小镇青年一样，嘴上说摆烂，心里却藏着梦想。剧情里埋了不少暗线，主角成长历程不仅是武力飙升，更是在手艺的挣扎中越走越远。不是光打个架谈个恋爱那么简单，是把初心、家国、江湖都搅成一锅东北大乱炖。主角小说创作穿插现实，现实和武侠交错切换，观众可不只是围观八卦，还是被故事狠狠打一拳，让你不得不扪心自问，你会不会也曾像肖明明一样，既有点躺平，又不愿彻底放弃心中理想。这波王炸一出，大家的审美被彻底炸麻，剧情不啰嗦，温情与热血并存，绝对不是老掉牙的配方。别急着沸腾，表面上剧情看起来螺丝壳里做到场，突破够劲，可一旦剧集上线，新的难题也来了。网传傅山海有可能在剪辑和节奏上搞花样，比如前期火爆，后期拖沓，观众万元打赏不如一句吐槽。演员虽说全是硬核，可拍摄期间有那么点小插曲。据小道消息，有些演员因为造型不符跟造型师死磕，让剧情氛围变得一言难尽。古力娜扎虽然颜值藏不住，但早年也被吐槽过戏路单一，这回能不能跟程毅擦出真正的热血火花，大家心里都打着小算盘。现实和理想的博弈也在剧情里上演，可观众现在越来越挑剔，主角咸鱼翻身桥段能不能敲中当代人的孤独？光靠演员和特效已经很难抓住老百姓的心。有些杠精直接开对这剧情根本接不住地气，全是高空飞行。再碰上平台排播，剧集超长水分大，一出好的剧也能被逼成4集伤残。最大危机还在观众审美疲劳，你今天打得再热血，明天可能又被新剧盖过去，流量时代的爆剧越来越难出。剧组和团队都紧绷着，不能再弄个高开低走，而观众则像东北大盘鸡一样，等着最后一口，谁敢下错料，分分钟被喷个底朝天。和解之路真的那么难吗？一剧难求，高手扎堆，只能祈祷傅山海别被荧屏变成傅水海。说了这么多，咱可不是光为这部剧摇旗呐喊，网上一全是清一色支持，真让人怀疑是不是自带加油团。这部傅山海能不能真打出圈，还得看你们编剧的底气，是不是敢和观众掰手腕。演员实力没得挑，可你光有门面却控不住剧情，咱只能给你点儿假装夸奖这阵容，哥别家能撑1年大剧，可惜要是剧情又走老路，观众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创新这个词可得捧在手心好好琢磨，不要老想着蒙混过关。大家不是知钟情程毅的盛世美颜，娜扎的倾城一笑，更多还是想在故事里找到自己。新剧未播，所有争议都在头顶盘旋，只盼着这波能给咱整点不一样的，
千万别把山海折成江湖纸团。甭管你怎么吹，底层逻辑不能缺。观众真心希望这不是一次全员头铁的无聊重复。